翌日叶晨中午时分抵达香榭丽温泉的半山别墅，张二毛提前1个小时便赶到这里等候。见到叶晨，张二毛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叶大师，您找小的有什么吩咐？”叶晨微微一笑，问他：“张二毛，我让你带的东西，你带来了吗？”张二毛连连点头，从车里取出一个手提包，对叶晨说道：“回叶大师，您要的东西我都带来了。”丑。叶晨招呼他道：“进去说吧。”叶晨带着张二毛来到别墅客厅，张二毛便迫不及待地将手提箱打开，从里面拿出若干条大小不一、粗细不一，但都漆黑如炭的木头。他一边将这些木头往外拿，一边向叶晨介绍道：“当时您说想要雷击木，这就是小的昨天到现在能找到的所有靠谱的雷击木了。咱们这个市场上卖的雷击木，10有9个半都是人工做出来的假货。那要真说哪里发生了雷劈树木的事儿都不懂，这些收购商上门，当地老百姓就都抢得干干净净了。所以您别看我找的这些雷击木品相好像不太好，年代也不是很久远，不过小的都能拿人头跟您保证，这都是实打实的雷击木，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粗略地看了一下他拿出来的木头，点头道：“这些确实都是雷击木，品质虽然差了点，但是正合我意。”张二毛听得一头雾水，下意识地问道：“叶大师，怎么着品质差点反而合您心意呢？我还怕小的搞的这些玩意儿入不了您的法眼呢。”叶晨笑道：“这个我句话跟你也说不明白。”说着，叶晨又问他：“我让你找的老扳指，你找到了吗？”“找到了。”张二毛连忙从口袋里又掏出2个看起来已经非常有年头的玉扳指，将那扳指递给叶晨，说道：“叶大师您看，这2个玉扳指都是清代早期的，东西是真的，就是料子不太好，普通的和田玉，品质一般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将那2枚玉扳指接了过来，大概看了看，说道：“你这东西看起来像是熟坑的东西，出土至少几10年了吧？”张二毛竖起大拇指，赞叹道：“叶大师您果然慧眼如炬，这2个扳指确实是熟坑出的东西，估摸着少说也出来30-40年了。”叶晨道：“我想要生坑的东西，越生越好，最好是看起来就好像1个月前刚刚出土那样，能搞到吗？”这个张二毛尴尬地说道：“叶大师，盗的犯法啊，这个事儿，这些年咱们金陵干这行的已经不多了，而且现在能倒的斗出来的大部分都是些破烂玩意儿，玉扳指这东西还真够呛能遇上。”说着，张二毛问叶晨：“叶大师，小的多嘴，斗胆问您一句，您为啥非得要生坑出的东西呢？”叶晨道：“张二毛，你现在是洪武的人，换句话说，那也就是我的人，所以我也不瞒你，我想要生坑的扳指是打算骗人，若是熟坑，估计很难骗得过去。”张二毛听得云里雾里，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叶大师，您为什么要用熟坑的真东西装成生坑的东西骗人呢？说实话，这年头盗墓这种事儿查得很紧，像我们这种古董贩子其实都不太敢要生坑出的东西，怕惹上事儿吃官司，但要是熟坑出的东西，那就另当别论了，毕竟年代久远，10年前挖出来的，就算是黑的，现在也洗成白的了。”叶晨摆摆手道：“你就不要问为什么，就告诉我有没有办法搞定。”说着，叶晨又指着那些雷击木道：“还有这些，我想用它们做一样东西，最好也能给人一种刚出土的感觉，你有门道吗？”张二毛想了想，开口道：“叶大师，要说这件事也简单，我本身就是造价出身的，这一点您是知道的。我们最擅长的是把那些新的东西伪装一下，变成刚出土的样子去骗人。有时候这边刚烧出来的瓷器，我们摇身一变就能给它弄成刚出土的清代官窑。当然了，这种造假骗得了新手和刚入行不太久的半瓶水，但是骗不了行家。”说着，张二毛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可您这是打算用清代的真东西伪装成刚挖出来的清代真东西，这个就简单多了。说难听点的，小的先给您处理一下沁色包浆，再去农村茅坑旁边的土里挖点土，弄点猪内脏倒进去，把这东西放里面跟猪内脏一起埋1晚上，
最后在上面撒上一泡尿。第二天挖出来的时候，就像那刚出土的东西一样了。叶晨问他这种办法能被人发现破绽吗？张二毛摇摇头，你要说拿新的东西这么做旧，让别人去看，那肯定能发现破绽，但您毕竟是拿真的东西放进去，这谁能发现得了啊？就算是专家拿着碳14的仪器过来鉴定，这东西它也是清代的呀，他们判断这东西是不是深坑出的，主要看沁色包浆，还有就是自身的味道，有没有那种淡淡的土腥味、血腥味和尸臭味。只要把这个做好了，他们就会觉得这东西是新出土的。叶晨点点头，笑着说道：好，那这件事就由你去办。张二毛疑惑不已地问叶大师：您到底要小的干嘛啊？叶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饶有兴致地问他：张二毛，你自从跟了洪武之后，这股完成的买卖还干嘛？张二毛连忙说道：叶大师，小的承蒙您和五爷抬爱，有机会跟在五爷身边鞍前马后，哪还有心思去搞什么古玩买卖，早就丢到一边，不管不问了。叶晨认真道：我找你办的事儿，还真得需要你抽出一段时间来，继续回去经营你那古玩的买卖。张二毛诧异地问道：叶大师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小的没听明白，还请您明示。叶晨微微一笑，拿过2枚玉扳指和其中1节雷击木，对张二毛说道：你先等我一下。随即叶晨便来到里面房间，在那2枚玉扳指里分别用灵气布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护身阵法，又在那雷击木里用灵气布下了一道简单的惊雷符阵法。如此，这2枚玉扳指变成了2个简单的护身戒指，能为佩戴者挡下一次小灾小难，而这雷击木也变成了一个只能用上一次就会破裂粉碎的惊雷符。做好这些，他从房间回到客厅，将2枚扳指和1枚惊雷符都递给张二毛，嘱咐道：你先把这3样东西拿去做，要把它们做的就像是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一样。张二毛立刻说道：好的，叶大师，我回去就立刻给您处理，处理好了之后给您送回来吗？不必。叶晨淡淡道：你去古玩街找2个机灵点的，你能完全吃得住的摊贩，一人给他们1枚戒指，让他们戴在手上，然后一个去机场到达大厅，一个去高铁站的出站口，归我举着牌子等接人。至于接谁不要紧，你随便给他们写个人名就行。张二毛一脸诧异：叶大师，您到底要接谁呀？这随便写个人名，估计也接不到人吧？叶晨淡淡道：我不是要接人，我是要等人。说罢，叶晨非常严肃地说道：张二毛，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，你要一字不落地听好了。这件事要是办得好，以后我叶晨许你荣华富贵。张二毛一听这话，顿时激动地坐直身体，恭敬道：叶大师您尽管吩咐，二毛一定全力以赴。叶晨点点头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你花高价让他们2个每天都从机场和高铁站开门的那一刻等到关门，一直等到有人问起他们2个手上玉扳指的来路，你要让他们2个人明确地说是从你的手里买的。另外告诉他们，如果对方给他们开高价要买，就让他们按照市场实际价值的100倍去要，少1分都不卖。张二毛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还是听懂了叶晨的要求，连忙说道：叶大师放心，我一定照办。叶晨满意的点点头，又将那惊雷符递给了张二毛，用上了几分灵气，对他连嘱咐带心理暗示的说道：这东西你自己留着，带着它回你的古玩街，继续经营你的古玩摊位，只是你记住，一定要把它摆在你摊位最显眼的位置，然后无论谁来问价，你都开价5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别人要是问起你这惊雷符到底是哪来的，你就告诉他是前段时间刚刚从一个深坑里面挖出来的。当有人问起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打你自己的心里就坚信，这3样东西都是从深坑里挖出来的。明白了吗？张二毛眼神一致，重重点头，明白了。叶晨看得出，心理暗示已经在张二毛身上生效，于是他便对张二毛说道：这条雷击木要是被人买走了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；要是被人偷走了，你也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张二毛立刻恭敬地说道：好的，叶大师，
小的这就去办。叶晨将张二毛送出别墅，嘴角抹过一丝胸有成竹的微笑。他之所以要做这些，就是要在金陵的2扇大门上各挂一个铃铛，而那2个铃铛便是自己给张二毛的2枚玉扳指。这2枚玉扳指看起来并不起眼，一般人看到也不会有什么兴趣多看2眼。而如张二毛所说，这2枚玉扳指的材质一般，品相价格本身也不会太高，就算是懂古玩的人也不会把它放在眼中。所以当2人分别带着1枚玉扳指在机场和高铁站举着牌子等人的时候，只有一种人会关注到他们手指上的这枚玉扳指，那便是能够看透这玉扳指中含有阵法的人。而能够看透这玉扳指含有阵法的，必然是掌握灵气的人。什么人掌握灵气？叶晨所知道的，除了自己之外，只有5个人，一个是破清会的英主，另外4个便是破清会的4大伯爵。但是英主不会自己来金陵，而4大伯爵死了一个，所以叶晨的目标就只剩下3个人，那便是破清会剩下的3位伯爵。眼下自己的外公外婆以及林婉儿都在金陵，破清会伯爵出现在金陵的几率大大增加。不过自己做完这些之后，就有极大的把握，在伯爵抵达金陵之后，就第一时间收到预警，飞机场和高铁站就是金陵2道大门，那伯爵不可能从周边城市驱车前来，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乘坐飞机或者是高铁站2种交通工具。而自己让张二毛安排2人在这2地时刻蹲守，他们可能会举着张3李4的牌子，可能会在这2个地方连续蹲守数天，但是这都不要紧，因为破清会大概率不会派2名伯爵来到金陵，而且就算派2名伯爵来金陵，也不可能让他们同时分别坐飞机和高铁过来，所以这就注定了破清会的伯爵只能遇到这2人中的其中一个。而伯爵虽然实力高强，也不可能知道几1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带着同样的玉扳指，更不可能知道这个举牌子的人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日。他们只会惊喜不已地发现自己竟然在金陵遇到了一件法器。虽然这法器只是一个简单的护身符，可换了谁都会想知道，如果以这玉扳指为线索，会不会找到其他法器。大庭广众之下，破清会的伯爵又带着重要任务，必然不敢在这种事情上过于嚣张放肆，所以肯定会低调打听这扳指的来源。如此一来，线索就会指向张二毛。等破清会的伯爵找到张二毛，就会发现张二毛那里竟然还有一个惊雷符。就算他们不认识惊雷符，也一定能看得出这法器能够起到攻击效果，比那能够防身的玉扳指自然是强了许多。届时他们定会如获至宝，几百万的价格他们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犹豫。但是这惊雷符看起来就是一节普通的雷击木，张二毛报价500万，就算是败家如秦傲东那样的富二代，也不可能花这么多钱买它，所以会买它的必是识货之人，换句话说，必是破清会3大伯爵之一。届时对方得到这惊雷令，一定兴奋不已，也一定会想着找个无人之处试上一试。而他大概率没有9玄天经，所以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特殊炼制的这枚惊雷令只能用1次，所以一旦他试了，这惊雷令就会灰飞烟灭，同时也会引发一道天雷。届时自己不仅知道他来了，还会知道他的大概方位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